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知定讲堂的启蒙论坛，我是郝广才。阿叶，我问你，在集权国家最大的美德是什么？无知，无知的人好说话，无知的人越多，集权独裁越安稳。我再问你，在民主国家最大的罪恶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也是无知。无知的人也有投票权，蠢蛋也能影响政治，害大家都完蛋。那不懂 AI、量子力学、相对论等这些知识，算是无知吗？无知不是不懂高深的学问哦，无知是没有常识。我讲几句名言给你听，你看这是在讲什么国家？常识告诉我们，与放弃理性的人争论，就像为死人吃药。有些人讲道理可以变明智，有些人则必须惊吓才会醒悟。这好像在讲台湾。再看这几句，单一立法机关由于权力过大，危害自由，堪比专制君主。一群不向任何人负责的人所组成的团体，不应该被任何人信任。一个人思想败坏到宣扬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时，他就为犯下其他罪行做好了准备。这一定是讲现在的台湾。不，这是250年前1776年1月10号出版的一本书，书名是 Common Sense 常识。当时北美13州呢和英国刚刚开打，人民怨恨国王乱加税，剥夺他们原来有的自由。但是脱离国王等于叛国，在那个时候道德上站不住脚，所以呢，13州的愿望是和解。尝试这本47页的小册子，第一次明白倡导北美脱离英国独立，他鼓动人民保卫自由，出版大卖50万册。那个时候殖民13州人口只有200万，4个人就有一本，这个还没有算盗版的，还有转载的。不识字的人怎么办？他们聚在酒馆听人朗读，听到热泪盈眶，热血沸腾。所以约翰亚当斯说，如果没有尝试这本书，华盛顿举起的剑就没有力量。作者是谁？文笔这么好。托马斯·潘恩，美利坚合众国也是他率先提出来的，他被称为美国革命之父。常识书里说了什么？社会因人的需求所形成，政府由人的罪恶而产生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人共同生活比单独生活容易，为了生存和幸福，会发展成复杂的社会。但是为了防止大欺小、强凌弱，组成政府来管理众人之事。政府只是必要之恶，政府压制人民就是邪恶暴政。反君主制和世袭权力，历史上君王除了发动战争，还有封赏贵族以外，几乎无事可做。头戴王冠的恶棍只会使人民贫困。英国是君主立宪没有错，但议会控制不了国王。你怕小孩玩火危险，就不能给他火啊。世袭制不保证子孙不是笨蛋，只保护笨蛋的子孙。那北美应该怎么办？脱离英国，联合制定大陆宪章。北美做得到吗？北美的木材、土地、人力远超过英国，打造胜过英国的舰队毫不费力。他说，有人问，美国的国王在哪里呢？朋友，他在统治天上，不像英国的暴君在残害人类。美国的事业就是全人类的事业，销量就是读者的反应。有人投书到报纸说，如果你认识常识的作者，请告诉他，
他创造了奇迹，他的文风朴实有力，事实真实可靠，论证公正而令人信服。潘恩出身贫寒，做过裁缝、船员、税务员。他不满工资过低，写了12页传单，散发反应热烈，被开除。走投无路，遇见富兰克林，他帮助潘恩去费城介绍潘恩主编《宾州》杂志，就像千里马来到大草原，杂志销路直线上升。他用一支笔改变了历史，以共和国为笔名，写道：当今除了恶棍、傻瓜和疯子，没有人会考虑和解，但我们需要给自己一个名字——美利坚合众国，否则我们无法以恰当的姿态和英国进行谈判，而且欧洲的列强也不会长期保持中立，除非我们宣布独立并派使节跟他们友好往来。这是独立宣言的前导，宣言的草稿有 TP 的签名，显然他协助了杰佛逊起草独立宣言。1776年下半，大陆军华盛顿领导的大陆军一再落败的时候，他写《美国危机》，里面说这是考验人心的时代，那些只在阳光下爱国的人，危机的时候只会临阵脱逃。暴政如同地狱，不是那么容易战胜的，但是战斗越艰苦，胜利越光荣。自由是最神圣的价值，怎么可能低廉取得呢？华盛顿呢，把他的书发给士兵，人手一册，本来已经崩溃的斗志重新站起来，战斗意志再度燃烧。我们的托马斯·潘恩在哪里？不要问我们的托马斯·潘恩在哪里，要问我们的常识在哪里。常识在我们的脑袋里。是的，不要让反常识、没常识的人来左右我们未来的命运。如同潘恩说的，我的思想就是我自己的教堂，哪里有自由，哪里就是我的祖国。